兄弟送我长命锁，我却转手戴在痴呆妹妹脖子上，只因上辈子我戴上锁后连发7日高烧，病好后生活处处不顺，穷困潦倒，连饭都吃不起。而兄弟则过上了出门捡钱、买彩票中奖的好日子。后来更是不过10年，我就被汽车撞死。嘎前曾经帮我算过命的道士路过，他疑惑道：“你的命本来贵不可言，财运亨通，怎么会落到不得善终的下场？”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我的命在我20岁他给我戴上锁的那一刻起就被换掉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他要给我戴长命锁的时候。我冷笑着想，既然他想换我的富贵命，那我就给他一个痴呆命。随着门哐然一声打开，兄弟父亲捧着蛋糕进来，其他舍友这才意识到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天啊，父亲你好细心啊，真羡慕叶秋有你这么一个兄弟。哪有啦，对小秋好不是应该的吗？他给我递来一个礼物盒子，让我拆开看看喜不喜欢。我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只黄金打造的长命锁，这肯定要花不少钱吧？上辈子我先是为父亲记住我的生日感到惊喜，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更是感动得无以复加。可是我却不知道这把锁是妖锁。小秋，我帮你戴上，这礼物我挑了好久，一定适合你的。我心里一惊，这锁经过定制打磨，如果戴上了，我这辈子都摘不下来。想到这，我连忙闪身躲开。小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喜欢我送的礼物吗？这可是我攒了半年的生活费一点点省下来的。算了，反正我本来就不被人喜欢，我的礼物也是垃圾，才不得嫌弃。叶秋，这可是父亲的一片心意啊，你是多冷血才对他视而不见，真是看错你了。那我们也不送你礼物了。心意和礼物我都收下了，但是我脖子上已经有项链了，所以就先不戴这个了。我送的可比你那个贵多了，难道不值得你戴在脖子上吗？就在这时，妹妹叶秀的声音从楼下响起：“哥，下来。”不好意思啊，父亲，今天家人要带我出去吃饭，庆祝我的22岁生日，我得赶紧下去了。说完我就迅速溜了下去，谁知父亲竟然跟了下来，拽住我的手。小秋，你戴上去试一下吧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即使我都已经收下了，他还是一副不帮我戴上就不罢休的模样。叶秀看到这一幕，猛地把父亲推开。他都说了不想戴，你还烦？父亲被吓了一跳，愣愣地站在原地。我只能借口说有事，拉着妹妹走了。可没想到当晚父亲就把妹妹挂上了表白墙，配图是当时路人拍的。妹妹推开他时，他脸上满是无措。明明是好心送礼物，他妹妹却骂了我，真的是我错了吗？下图好几条评论都在带节奏。这女的脑子有问题，小哥哥人帅心善，离这兄弟远点。是不是姓叶的那个？有一说一，每次看到他妹都觉得吓人。痴呆为什么要活着？就应该直接掐死。帖子热度不断上升，显然是被人买了水军，楼层瞬间盖了几百条，都在攻击我和我妹。我气得头晕脑胀，缓过来后，我看向那把换命的长命锁，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。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个念头是对是错，难道我真的有权利决定别人的人生吗？妹妹叶秀坐在沙发上，双目无神，口水直流。她的眼距很宽，瞳仁很小，看上去有些吓人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一家几乎都不敢把她单独放出门外，母亲更是辞了工作，专门陪在她身边。这样做真的好吗？如果我把父亲的命给你，你虽然会变得正常，却也注定活不过35岁。可是如果保持现状，等你年纪大了，如今面临这样的抉择，我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好，哥哥。我一愣，突然发现他竟然在回应我。刹那间泪如雨下，妹妹被困在这处躯壳里，应该比我想的还要痛苦。于是我便把那长命锁郑重地戴在她身上。上辈子父亲得到了我的富贵，享受一世繁华，害我早死夭折，这辈子也该让他付出代价。我送他变成痴呆，看他接不接得住。我去金店挑了一个模样一样的长命锁戴在身上。回到宿舍，父亲高兴地跟我拍了合照发朋友圈，配的文字另有所指：财神进家门。就在我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，却出现了和上辈子一样的征兆：高烧不退，喉咙沙哑，卧床不起。我越来越心慌，却无人可以诉说。而父亲则在确保我戴上锁之后，便从寝室搬了出去，连装都不装。我咬牙切齿，撑着病重的身体，找到了上辈子给我算命的那个道士。道士知道来龙去脉后，说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没发现的，让我回去好好找找。我没办法，便把父亲送的所有东西都翻了出来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就在我绝望之际，顺手抖了抖枕套，居然从里面轻飘飘掉出一个小纸人，容貌酷似父亲，背后还写了他的生辰八字。我立刻拿着纸人去找道士。那就对了，锁跟纸人双起作用，而你又碰过那把锁，所以效果在你身上更强烈。幸好你发现的早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当天就把纸人放到妹妹的枕头下，嘱咐父母看着她睡。第二天，我的烧就渐渐退了。这辈子我倒要看看父亲如何能像上辈子那样享福。很快，妹妹发烧，吓坏父母，他们要把妹妹带去医院检查，被我给劝住了。我告诉父母，这个烧很快就会退，而且他们还会有个正常的女儿。父母犹豫着不敢相信。为了不让父亲怀疑，我继续假装生病，用微信跟他说：“你能帮我带份午饭吗？自己没手啊，以为别人是你爹啊？我以为我们是兄弟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兄弟个屁！老子早看你不爽了，绝交吧！我究竟哪里对不起你？”消息发出，却是红色感叹号，他把我拉黑了。我直接把聊天记录截图发朋友圈。兄弟在我生病时连饭都不肯帮我带，还跟我断绝关系，是我错了吗？朋友圈瞬间议论纷纷。他私底下居然是这样的人啊，怪不得这男的真会做戏，两面三刀，谁敢跟他做朋友？1个小时后，敲门声响起，父亲打开门，把饭扔到我桌子上。行了吧，就你事多，我告诉你，快把那条朋友圈删了，不然我撕了你的嘴。谁知他太用力了，汤水和饭洒在我桌子上，淅淅沥沥倒到地上。我把这一幕拍下来，继续发了朋友圈。兄弟故意把饭洒我桌子上，还说在乱说话，要撕了我的嘴，怎么办？这个兄弟还能继续处吗？楼下一堆评论都说他黑社会，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私人嘴。一时间他出了名，大家提起他的名字个个阴阳怪气。我的手机疯狂响起来，是父亲气得吐血，打电话要联系我。
但我面无表情的挂断，顺便把这通电话拉黑了。随后我悄悄去小树林偷看他跟他老婆聊天。他现在这样，把我名声都毁了。没事的，宝宝。大师说换命正在进行，再等几天，你拿了他的命，以后就不缺钱花了。到时候你还气这种小事吗？宝宝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气了。你想通了就好。我心里一阵冷笑，可惜他俩的愿望注定落空。这个世界上哪有不劳而获的事情？毕竟所有命中注定的礼物早就在暗中标注好价格。很快换命仪式就成功了，他俩高高兴兴的手挽手走在路上。我在2楼砸下厚厚的砖块一样的东西，砸到父亲头上。父亲大叫一声，头上肿了个包，就要上前抓我。谁知柳如烟大叫一声：“老公，你快看，这是钱啊！”他俩呼吸都停住了。只见厚厚的一大叠，都是人民币，至少有3万多。大师说的果然不错，换命后天上砸都能砸钱给你啊！宝宝，等我带你发家致富。他们连忙鬼鬼祟祟的把钱装进包里，然后冲进店里，大手一挥就拿了2个 iPhone 16 Pro Max。谁知结账的时候，店员尴尬的说：“先生，这钱我们收不了。”什么？为什么收不了？不收人民币可是犯法的，信不信我报警举报你们店？可这不是人民币啊！这时他们这才注意到，那厚厚一叠钱，除了最上面的几张，剩下的都是冥币。大家都晦气的看着他俩，是不是就是买不起，所以才装富啊？带冥币的还是第一次见，真以为能以假乱真？谁说我们买不起？我们这就买。柳如烟要拦着他，可父亲非说不能丢脸，逼他开了花呗。2个人这才拿下这台手机。走出门后，父亲气得把钱扔在地上。得老子的，居然敢耍我！而偷偷观察这一切的我，早就笑得不行了。第2天课间，我在父亲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，佯装不经意地说：“听说学校湖水中心亭第3根柱子附近有一大袋钱，快要被泡烂了。”等他猛然惊醒，我又躲进人群里。他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柳如烟。柳如烟因为昨天的事情有些犹豫，但父亲说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非要去看看那钱埋在水里。父亲撸着袖子下水，谁知水比他想的深多了，他又不会水，柳如烟只能下去救他。他死命抱着柳如烟，这对情侣差点双溺死，但幸好钱还是拿了出来了。足足有50万，而且拿验钞机一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币。他们当场就要高兴疯了，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冲进了奢侈品店。但是我看着他们高兴的背影，心里却暗暗冷笑。我早就知道那笔钱就在那里，可为什么我不拿呢？因为我知道这钱有多脏。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，一向人迹罕至的中心亭子，怎么会莫名多出50万？不过又不是我逼他们拿的，所以拿到钱的后果如何，也该是他们自己承担。那段时间，2人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各种请客喝酒，还租了辆劳斯莱斯。夫妻俩天天被人围着叫义父义母。父亲迫不及待地从宿舍搬了出去，租了个豪宅，天天在网上炫富，直到他俩被警方盯上，进局子喝茶，这才知道他们拿的是脏钱，这钱是诈骗犯偷藏在那的，还因为那50万闹了人命。可父亲无法解释是谁告诉的他消息，只能支支吾吾地说是做梦梦到的。因为他俩把钱花得差不多了，所以警方要求他们在2年内全额退还给受骗家属。这下子他们傻眼了，就算把那些奢侈品折现，也不保值，只能还个10万。没有毕业，他们2人就背上了将近40万的债务。警局门口，柳如烟生气地说：“这真的是富贵命吗？这都惹的什么事啊？都是你非要换这个命，这钱你自己还。”我哪知道会变成这样？这钱你不也花了吗？还花的比我多。2个人在警局门口大打出手。而他俩被请去喝茶的消息也传遍学校，学校觉得这种发现重大金额不上报，私自花销的事情严重违反校规校纪，决定给他俩全校通报批评，还有处分和1万字检讨。这对情侣转瞬间游走在分手边缘，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分手啊！戏还没看够呢。选修课上，柳如烟坐在我后面，我扬高嗓音，确保她能听得清楚。算命的说，我今年就是有点倒霉，但是只要到了明年毕业，就能行大运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大运，刮彩票都能中几千万。柳如烟听得眼睛一亮，下课后就去找父亲求和了。阿青，区40万而已，明年肯定会赚回来的。真的？对，我亲耳听见叶秋这么说的，他之前命多好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一听这话，父亲决定再等半年，熬到明年再说。我又给他们撒了点小钱，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。于是2人对那40万的债务也就看淡了。现在他们就像2只青蛙，而我则是放水的人，水温在我手中，由我掌控。周末的时候，我收拾书包，坐上车，回到那个熟悉的小巷子，抬眼便看到妹妹站在梧桐树下，冲我招手，满眼是光。哥哥，我冲过去，震惊不已地看着她，简直张口结舌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哥，我都想起来了，我都记得，每句话都那么有条理，我几乎要哭出来。小秋，真神了，你妹发完烧就好了，跟你说的一模一样。本来我还担心我和你妈去了以后你该怎么照顾你妹妹，可现在老头子我这辈子再也不用担心了。我以前给你们带来太多麻烦了，以后我会努力挣钱，靠双手养活自己。听到这，我难过的把她会早夭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可谁知妹妹却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哥，你这样做我很高兴，我宁可堂堂正正的死，也不要浑浑噩噩的活。那段时间我真是太痛苦了。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。这一刻我庆幸我重生了，彻底的改变了我和妹妹的命运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凡是有过不劳而获、天降横财经历的人，是不会再愿意踏踏实实慢慢变富的。柳如烟和父亲就是这样，体会过一天花3万块钱，谁还看得上辛苦1学期才拿到的3000助学金？更别说30块1小时的薪酬工作了。他俩笃定明年会暴富，就放开了手脚，去各种平台借贷，各种大额开销远超正常水平。
放纵之下，某些变化在悄然发生。某天，一向好学的父亲在课上打游戏，被老师点名数次，还不管不顾。柳如烟只得小声提醒他，谁知他当场变脸，一巴掌就把柳如烟扇到地上，还不管不顾的去踹他、打他。场面变化之快，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还有人迅速掏出手机录了下来。于是视频在短时间内就传遍学校。柳如烟父亲这对情侣又出了名，学校也在给父亲发了处分，而柳如烟则被打得住了院。宝宝，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突然控制不住我自己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一定要原谅我啊！你知道有多疼吗？受伤的又不是你。父亲跪下磕头，还不停扇自己巴掌，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犯了。那样子可把柳如烟给镇住了。最后，柳如烟无可奈何地原谅了他。可惜他不知道，家暴这事有一次就会有无数次。然而很快，又有一件事在所有人意料之外，柳如烟怀孕了。她第一反应就是打掉，可是他们大手大脚花的钱都是借贷平台借的，如今要柳如烟花钱打掉一个孩子，父亲就不愿意了。宝宝，龙年行大运，明年就是龙年了，我这面会有30年的正财运，要不等几个月再打吧？再等几个月，肚子都6个月了，那个时候我打掉，你知道会有多少危险吗？反正又不是我的肚子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为什么要偷户口本嫁给你这种人啊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你都给我去凑钱，老娘还要上学。父亲没办法，只能出家门，却正好撞到了我。你怎么有钱的？博戏啊，这玩意不看命就看运，有次我1000块钱就翻了几万呢，爽！你要是想去，我可以带你入场，但事先说好，我是不会给你任何建议的。父亲看着我手里的钞票，毅然决然的又带了1000块钱，准备靠他翻盘。庄家看他是新客，给他放水，所以1000的本金让他赚到了1万，这钱已经够打胎了，但他还想要更多钱，于是就又开始赌，结果这次输光了。他想骂我，我却说关我什么事？这不是你自己非要赌的吗？出门看到有家彩票店，我拉他进去，2块钱试一试呗。是个屁，老子兜里1分钱都没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虽然你之前跟我有点不愉快，但我觉得你还是很有前途的。在我的撺掇下，他还是花2块钱买了彩票，我也买了彩票，然后偷偷的跟他交换，他中了3万。天啊，你这是什么运气啊？你接下来肯定要走运了，相信我，这叫提前行大运。他兴高采烈的回了家，路上还捡了2根金条。所谓人穷志短，人富志强，这次进家门，他都是抬头挺胸的。如烟，我走运了。要我说，这孩子你就别打了，生下来吧，难道我还养不起？柳如烟仔仔细细地问清楚了他今天发生的事情，还是有些犹豫。难道真的要为了孩子放弃学业吗？切，你想打就打，这金条卖了可有好几万呢。等老子有钱了，多的是女人愿意给我生孩子，不差你一个。柳如烟一听急了，怎么也不甘心就这么放弃，于是一咬牙去办了退学。她肚子发现的晚，3个月已经显怀了，未婚先孕，更别说还是大学。这丑闻传遍学校，大家都认识了她，一路上对她指指点点。父亲则在校门口接他，他没办退学，是被学校开除的，因为他总是翘课，一学期挂了10门科目，所以就被开除了，学位证、毕业证都拿不到。这时，父亲的脸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，眼距变宽，鼻梁变塌，瞳仁向两边分开，很难聚焦，额头也比之前扁了不少，一眼看过去有些吓人。可惜柳如烟被钱蒙住眼睛，根本注意不到。她跳过去对父亲说：“老公，人家想吃顶级牛排。”好，我把金条换钱，带你去吃。柳如烟得意的笑了，而我笑得比她更加得意。我真是越来越期待柳如烟发现真相的样子了。随着时间流逝，金条终于被他们花掉了。可是父亲再也没有偏财，更别说正财了。家里越来越捉襟见肘。柳如烟去向他父母要钱，可是他父母早就对他失望至极，跟他断绝关系，去养小号了。她一个孕妇无法打工，只能天天躺在家里，连护工都请不起。父亲连肉都买不起了，心里也渐渐慌起来。他要脸，没跟家里要钱，便自己去外面找工作。可他之前在学校被保护得太好，不知道就业市场多艰难，没办法，最后只能去工地搬砖，每天一块块的搬100块砖头10块钱，一天搬500个，能挣50。他领着微薄的薪水回到家里，跟柳如烟2人凑合着过完一天。因为没钱交房租，所以他们只能搬到潮湿破旧的地下室。这时的父亲痴呆还不算严重，还有点智慧，他们总是相互鼓励。等到明年我们就有钱了，龙年行大运，宝宝，等我发财了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大概人在困境中都会幻想、奢望一些美好的未来，以求度过困境。是时候该戳破他们的美梦了。周末开放宿舍，妹妹提着她亲手做的饭菜跟我上楼。哥哥，这菜可好吃了，爸妈都赞不绝口，我就觉得你一定要尝尝。我推开宿舍门，正好听到父亲哀求舍友的声音。最近我真的遇到困境了，求你了，就1万，不就2万就够了。咱们之前可是朋友，帮我度过这一阵子吧。门打开，父亲扭过头，我看到他脸色苍白，头发乱蓬蓬，半点形象也没有。而我刚从节目汇演上下来，妆容精致，衣着光鲜。父亲看到我不算惊讶，看到我妹才是最惊讶的。这是你妹？你妹妹怎么好了？对啊，这是叶秀，她是不是变化特别大？听说她还考上了国外的大学，太厉害了。妹妹聪明有争气，我也没想到。父亲暗暗攥紧手指，我看到了他脸上的嫉妒。但我在这里，他没脸继续要钱，只能随便说几句话就借口要走。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，于是我轻轻按了一下我那枚长命锁的暗扣，咔嗒一声，长命锁就解开掉到了地上。你没换命，你骗我！你在说什么？哥哥，我脖子好痒。妹妹拉开衣领，露出锁骨，也让父亲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真正的换命的腰锁戴在谁的脖子上。你故意的！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父亲，你怎么了？话音未落，父亲就因刺激过度晕倒了。
我跟舍友连忙把人送去医院。父亲好不容易醒了，却又接到电话说柳如烟羊水破了，已经在医院了。我们又跟着父亲跑到妇产科。可一切没有最糟，只有更糟。柳如烟生下来的孩子居然是个痴呆，目光呆滞，口水横流，双眼涣散，丑得吓人。据说是遗传。怎么可能？我查过族谱的，不可能有这个病。要不您再仔细看看您的先生呢？他被点醒，猛地看向父亲，不知何时，父亲发呆的时候也是双目涣散，目光呆滞，手脚不自然地扭曲在一起，说不上是儿子像爸爸，还是爸爸像儿子啊。而第2年，妹妹去国外上大学，我也深造学历，读了斯坦福，毕业后在国外定居，把父母都接了回去。毕竟再待在国内，恐怕会有血光之灾。5年后，身上系着围裙，头发乱糟糟的柳如烟拿着锅铲从厨房里出来，就看到父亲坐在电脑桌前疯狂打游戏。他已经不上班了，人也彻底吃傻，每天唯一会做的就是打游戏。一大家子都靠低保每个月提供的1200凑合活，而他儿子父子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画笔、电线、沙发被用刀划破，桌子翻倒在地。电视里正在播报一位华人叶秋买彩票中了1000万。柳如烟突然在那一刻发了疯，拿起手里的匕首，把他们2个人都捅了，然后又捅拿了自己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我正在国外刚买的别墅里和阿姨准备的下午茶。爸爸在钓鱼，妈妈在养花，妹妹在哈佛上学，我还有美好的幸福人生。